後來呢，司馬路就變成了福州路的別稱了，也可以說是早期上海的紅燈區，鼎鼎大名的番菜馆一品香的所在地。它就是著名的天蟾舞台，有2家非常著名的老字号，距今差不多已经有160年的歷史了。大家好，今天呢带大家来逛一下上海的福州路。福州路全长1453米，東起中山东一路，西至西藏中路，與人民大道相接。那我們今天呢就從西藏中路這一端開始逛起。福州路西藏中路路口2棟建築分別為人民廣場來福士商場，這棟商場開業於2003年，距今差不多也有20多年的歷史了。來福士商場對過呢就是大中華大樓，這棟建築始建於1927年，也是一棟100年老建築了。福州路在很多老上海人的口中呢被叫做司马路，是因為在上海開埠初期，它是從外灘向西延伸的第4條馬路，按照當時的命名習慣被俗稱為司馬路。後來呢，司馬路就變成了福州路的別稱了。現如今呢，福州路成了上海有名的文化商業一條街。在這條馬路上有很多的書店，最被大家熟知的就是上海書城，還有外文書店。除此之外呢，還有很多跟書相關的商業門店，比如說文具、書畫用品、筆墨紙硯、美術用品，甚至還有學生的校服，也能在這條馬路上買到。走到了雲南中路福州路路口，你將會看到一棟很有特色的老建築，它就是著名的天蟾舞台，現在呢叫天蟾逸夫舞台。這是當時著名的京劇演出場所，一度被譽為遠東第1大劇場，吸引了眾多名伶在此登台獻藝。如果把時間倒推到清朝以及民國時期，福州路在當時其實有着完全不同的身份。那時的福州路是上海有名的風月場所之一，也可以說是早期上海的紅燈區。同時呢，也分布着各類的茶樓、茶室等娛樂場所，構成了當年上海生活的重要一環。對那個時代的人來說，福州路不僅是一條馬路，更是城市繁華與慾望交織的象徵，也見證了舊上海複雜而真實的一面。對過呢就是黃浦區圖書館。走到了浙江中路與福州路的路口，這邊呢有2家非常著名的老字號，一家是王寶和，還有一家是老半齋。老半齋呢主要吃淮揚菜的，他們家最有名的就是刀魚餛飩，還有水晶燒肉。那麼王寶和呢，主要就是吃大閘蟹的了。距離老半齋、王寶和不遠處呢，就是著名的老字號老正新菜館。這家餐廳呢，始創於1862年，距今差不多已經有160年的歷史了。老正新專注於本幫菜，算得上是本幫菜的鼻祖了。位於福州路上的這家門店呢，於2022年重新改造升級過了，所以整體的外觀呢，看上去非常的大氣漂亮。穿過湖北路，就能看到上海書城了。上海書城呢，近幾年也是經歷了一段升級改造。走在福州路上，能夠感受到新舊的更替，一些老的精華的被留了下來，但是更多的是進行了一個更替。
在福州路與福建中路路口呢，有一棟大樓，目前叫陳記酒店，它的前身呢就是吳公大酒店。可能很多老上海人对它還有一定的印象。吳公大酒店開了將近有90年了，不過在去年呢，它也謝幕了。目前入駐的這家呢是陳記酒店。這條馬路兩旁的書店、文具店真的特別的多。這裡又有一家文化用品商店了。馬路對過呢是一家上海古籍書店。馬路對過呢就是著名的福州路390號外文書店了。福州路與山西南路路口呢，又有一棟老建築，不過這棟老建築啊已經被封起來了，不久呢也將會被拆除，成為一個舊改基地了。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呢，這棟老建築也將不復存在了。來到福州路343號，就是著名的老字號杏花樓了。他們家主要是吃粵菜的。除此之外呢，還有杏花樓的月餅以及各類的精美糕點。福州路與山東中路的路口，如今呢，這裡有2棟老建築，已經被封起來了，成了舊改基地。如果時間回到19世紀80年代至1914年間，這裡呢，就是上海灘鼎鼎大名的番菜館一品香的所在地。不過到了1914年之後，一品香呢被遷到了西藏路3號，也就是現在的來福士廣場的所在地。說起一品香，如果你讀過一些晚清時期的小說，常常能在書中的文字裡看到它的身影。當年一品香幾乎是上海最有名的餐飲與社交場所之一，文人雅士、富商巨賈、名人政要都曾是這裡的常客，甚至連福州路上當紅的紅官人也會乘着馬車專程前來，在一品香吃上一頓大菜。這在當時呢，被視為一種極為時髦、體面的社交方式，也折射出舊上海獨特的繁華與風尚。再往前走呢，慢慢要靠近外灘這個方向了。前面的路口呢是福州路與江西中路的路口，這個路口啊也特別的漂亮。這個路口呢，也可以說是全上海最漂亮的路口之一了。4棟老建築圍成了一個環形，它們分別是福州大樓、新城飯店、老市府大樓，還有建設大樓。走到福州路與四川中路的路口。前面呢有一家南門涮肉，這一家餐廳叫上海姥姥，之前我也出過一期視頻啊，有吐槽過這家餐廳，但是這家餐廳生意非常的好，吸引了很多韓國來的遊客啊，可能是因為它的這個地段確實非常好，靠近外灘。再往前呢，馬上就要到中山東一路了，也就是我們的外灘了。好了，那麼我們今天逛福州路呢，就逛到這裡啦。感謝您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呢，請訂閱我的頻道。我們下個視頻見吧，拜拜。